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过得好，是建立在别人过得不好的基础上的，在看似和谐的表象之下，隐藏着复杂而残酷的真相。有些人光鲜亮丽的生活，常常是构筑在他人的困苦之上。就如《庄子外物》中所讲，监和侯对向他求助的庄周敷衍塞责，以空头支票打发，自己却尽享富足，而庄周却面临断炊之困。这便是一种典型的有人过得好建立在别人过得不好基础上的写照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在负重前行，那么往往是有人在替你岁月静好。我们身处的社会是一个封闭系统，资源总量就摆在那里，不会无故增加，也不会无故缩减。所以在一个环境圈里，你往往会发现，肉永远是少的，而狼永远是多的。所以尽管在文明的社会中，欺负与被欺负，掠夺与被掠夺，侵犯与被侵犯的关系几乎是永恒的命题。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有江湖，就有争端，这一点几乎亘古不变，向来如此。你也许好不容易通宵做出个方案，但鸡贼的上司却把你的成果冠上了自己的署名，去向更大的上级邀功。你也许努力工作，靠着死磕在单位里拿到了好业绩，但最终年终奖却给了有后门的同事。甚至你可能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，父母对男孩和女孩天生有着不同的偏爱，父母总是刻意忽视女儿的需求，去把更多资源往儿子身上倾斜。某种程度上，这就是现实，是很多心地善良却被别人当软柿子捏的老实之人的真实处境。我向来都认为老实的人不该因一颗善良的心而被针对，但现实就是大多数小人认为冒犯老实人作恶成本更低，所以欺负起来也更心安理得。但又凭什么？善良从来不是缺点，而是一种温和。倘若你是这样的人，有菩萨心肠，遇事不争，习惯了打碎委屈往肚吞，那么希望你从今天开始，从0到1培养自己的雷霆手段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让别人清晰知道侵犯你利益的代价，才能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做一个难搞的人。别人觉得你难搞，你千万别顺着别人的思路去发挥，去自我反思。要知道，这种评价很可能只是他们站在自身利益角度的片面之词。在人际交往中，尤其是当利益产生冲突时，你在对方的立场里自然就成了难搞的人。然而，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，这恰恰是你在坚定地维护自身正当权益。仔细思考一下，在与他人的关系里，只要涉及到利益争夺，你在对方的立场里当然就是难搞，但站在你的立场，这是在维护你自身正当的权利。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当你为自己的权益发声、争取时，那些企图侵犯你利益的人会觉得你不好对付，但这并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他们的贪婪使然。你的难搞是对自己的尊重，是对不公平待遇的有力反抗。你越难搞，别人想欺负你就越提心吊胆，因为你的态度和行为让他们明白，想要欺负你并非易事，需要付出代价。他们会在心里权衡利弊，考虑是否值得招惹你。这种提心吊胆会让他们对你望而却步，不敢轻易越界，因为对方会意识到麻烦，人都是利益动物，轻易不会给自己惹麻烦，而太过好搞，没有底线的人会自动把麻烦清除，为小人扫清障碍，让别人欺负起自己来畅通无阻。这其实就是老实人之所以总会被欺负的底层逻辑。在现实生活中，那些过于好说话、没有原则和底线的人，往往容易成为被欺负的对象。他们的善良和宽容被别人视为软弱可欺，小人会趁机得寸进尺，而你保持难搞的态度，就是在给自己树立一道屏障，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知难而退。要知道，一个人被尊重的前提是无数次让那些阴险小人苦不堪言换来的。每一次你坚决地捍卫自己的权益，每一次你让小人的阴谋无法得逞，都是在为自己赢得尊重。这种尊重不是别人施舍的，而是你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挣来的。你一次次地拒绝被欺负，你所建立的堡垒就越坚固，
你不好惹的名声就会越声名远扬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的坚持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气场，让别人对你敬畏有加。你的不好惹不再仅仅是一种名声，更是一种实力的象征，让那些企图欺负你的人不敢轻举妄动。所以为什么不好惹的人往往越过越好？因为这种不好惹的风评早就把那些暗中酝酿的恶意扼杀在摇篮里了。不好惹的人能够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困扰，他们能够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和事业，不断提升自己。这种积极向上的状态会吸引更多的正能量，让他们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广。人性的劣根性之一就是欺软怕硬，不管是学生时期的校园霸凌，还是成年之后的职场压迫，其实小人的出发点都是一脉相承的，就是一步步试探老实人的底线。一旦发现底线薄如蝉翼，一戳就破，那就一寸一寸侵蚀，直到把别人吃干抹净。这种现象在各个阶段和领域都屡见不鲜。校园里的霸凌者会挑选那些性格内向、软弱的同学作为欺负的目标，职场中的小人会对那些不敢反抗、逆来顺受的人施加压力。他们的手段如出一辙，都是通过不断试探来寻找对方的弱点。所以你及时去打断小人的施法，别让这些人得逞，他们就会转而去寻找更好捏的柿子、更好欺负的猎物。当你勇敢地站出来，对小人的行为说不时，你不仅保护了自己，也为那些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的人争取了时间和空间。你的勇气会成为他人的榜样，让更多的人敢于反抗不公。你越难搞，就越幸福，也越有人捧。因为你的难搞让你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，不被他人随意侵犯。这样的你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尊严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，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。同时，你的坚定和勇敢也会赢得他人的钦佩和支持，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顺遂。二，谁欺负你，别去自证，去反击。人为什么会欺负你？绝不是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有些人就是纯粹的心眼小，见不得别人好。当你从低谷艰难的攀爬，一步步迈向顶峰，这一路上都有人想方设法地挑你的毛病。在你弱小的时候，别人觉得你碍事，随意地践踏你的尊严和努力；而当你强大的时候，别人又觉得被你的光芒刺伤，于是心生嫉妒，企图通过各种手段来打压你。所以人一定要有一种自觉，那就是任何人都可能站在主观的角度去审判你的为人、你的立场、你的出发点，而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跟着别人的思路走，有独属于自己的全套决策体系。你要明白，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，别人的审判往往是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和立场。你不能被这些外在的声音所左右，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清晰的思维。你不违背本心，不侵犯别人的利益，只是坚定地捍卫自己的边界，这样内心就不会有迷茫，更不会被环境带动着去自我审判。人只要看清这一点，就能自在地搞清楚人际关系里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，彻底化繁为简，活得真自在。当你能够洞察人性的弱点和复杂，你就会发现那些看似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其实都有其内在的规律。你不再被别人的情绪和言语所困扰，能够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和冲突。你会明白，真正的自在是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和坚定，而不是外界的认可和赞许。经常自证、自我打压的人往往没有自己的能量场，一切以外界为主，这就是痛苦的开端。那些总是试图向别人证明自己，或者过分自我批评的人，他们往往忽略了自身的价值和力量。他们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寄托在别人的评价上，一旦外界有一点负面的反馈，他们就会陷入自我怀疑和痛苦之中。这样的人其实是在不断地消耗自己的能量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脆弱。人越长大，你就会越明白，很多时候一些约定俗成的观念仅仅是从群体的角度出来去阐述的。你作为个体要想在这社会混得好，就得有自己独到的偏见，比如一往无前的爱自己，坚定捍卫自己的立场。只要你不坑害别人，
做什么都是对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会逐渐发现，社会上很多所谓的规则和标准，其实并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。我们不能盲目地跟随大众的脚步，而是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一往无前地爱自己，意味着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不轻易为了迎合别人而放弃自己的原则。坚定捍卫自己的立场，就是要在面对不公和压迫时，勇敢地站出来，为自己发声。只要我们的行为不伤害他人，那么我们就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。一个一心一意爱自己的人，往往更具生命力，不会被任何人所践踏。当你全身心地爱自己，你会发现自己拥有无限的潜力和能量，你会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，不会轻易被别人的否定和打击所击败。你的生命力会像一颗顽强的种子，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。因为你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价值和意义。3. 有理的时候把事情闹大，只要牵扯的人一多，欺负你的风险也就瞬间提高。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，人多意味着利益关系的交织更加错综复杂。当涉及的人增多，每个人的动机、目标和性格特点各异，这就为潜在的冲突和欺负行为创造了更多机会。特别是在群体环境中，个体可能会感受到更大的压力，因为他们需要应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和威胁。当然，这不需要你每一次都大发雷霆，学会在关系开始阶段立威就可以了。然而，应对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每次都要以激烈的情绪反应来解决，关键在于在关系的初始阶段树立起自己的威严。这意味着要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、价值观和边界，让他人在一开始就清楚你的底线在哪里。通过坚定而自信的沟通，你可以在不引发冲突的前提下，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不容轻视的人。那些真正厉害的高手都是打明牌、走正路，只要自身不理亏，怎么对峙都不怕。但大多数人就是总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觉得只要妥协一次，对方就会息事宁人。真正的强者明白坦诚和正直的力量，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和行动，始终遵循着道德和伦理的准则，因为他们内心清楚，只要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，无论面对何种对峙和挑战，都有足够的底气和勇气去应对。与此相反，许多人往往选择避免冲突，总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，期望通过一次妥协来平息纷争。然而，这种做法往往只会助长对方的气焰，让他们误以为你软弱可欺。但这恰恰和现实相反，一次得逞，小人心中的爽感就大大提升，从此就不把你当回事，心态上看低你，觉得可以对你予取予求。事实上，这种妥协的结果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。一旦让小人得逞一次，他们内心的得意和满足感会急剧增加，他们会将你的妥协视为你的软弱，从而在心理上轻视你，认为可以随意对你提出要求，甚至侵犯你的权益。这种情况会不断循环，直到你采取坚决的行动来制止。所以你适当的表达愤怒，坚决的对外说不，效果反而会出奇的好，让一个人看到你发火的样子，远远胜过你温和的讲无数通道理。因此，适当的展示你的愤怒和坚决拒绝的态度，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当你以强烈的情绪表达不满时，对方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你的坚决和不可侵犯。相比之下，即使你温和地讲出无数条道理，对方可能也会选择忽视或轻视，因为在某些情况下，行动比言语更具有说服力。很多时候，一个环境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明事理、懂是非的，谁对谁错其实一目了然。习惯了出阴招的人，其实大家对他的人品心照不宣。在大多数环境中，人们普遍具备基本的道德判断和是非观念。对于那些经常使用不正当手段的人，大家虽然可能不会当面指责，但内心对其人品和行为都有着清晰的认识。这种心照不宣的共识，反映了人们对于公平、正义和善良的普遍追求。
只不过当自己的利益没有受损的时候，谁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倘若你受欺负，不沉默，敢于公开，把事闹大，大多数人都会站在你这边。然而，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当个人的利益没有直接受到威胁时，人们可能会选择保持沉默，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。但一旦你成为被欺负的对象，并且勇敢地站出来发声，将事情公开化，大多数人会基于内心的正义感和是非观，选择站在你这一边，给予你支持和帮助。坏人最大的悲哀，就是总把自己当聪明人，把别人当傻子。这种人丝毫没有意识到，别人只是不跟他计较，而不是怕他。当他沾沾自喜的时候，往往丑态频出。那些作恶的人往往陷入一种自我陶醉的错觉中，他们自以为聪明绝顶，能够玩弄他人于股掌之间，却没有意识到，别人之所以选择容忍和退让，并不是因为惧怕他们，而是出于不愿与之计较的大度。而当他们沉浸在这种虚假的胜利感中时，往往会暴露出更多的丑恶嘴脸，让自己的形象更加不堪。人混迹江湖，勇气压倒一切，有时候畏首畏尾，不如随心而活。只要你不侵犯别人的利益，你在自己的原则圈里想如何行事都是对的。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勇气是最为宝贵的品质。与其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畏缩不前，不如跟随自己的内心，勇敢地去追求和表达。只要你能够坚守道德底线，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，那么在你自己所设定的原则范围内，无论你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，都是无可非议的。别让任何人定义你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，拥有自己独特的思想、情感和经历。不要让他人的评价和期望束缚住你的手脚，限制你的发展。坚持做真实的自己，相信自己的价值和能力，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生活中许多规矩只不过是教条，用来束缚住大多数人的手脚。生活中的各种规矩和传统观念，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秩序提供了保障，但也有许多是过时的、不合理的，成为了束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枷锁。我们应该学会审视和质疑这些规矩，分辨其中哪些是真正有益的，哪些是需要被打破和改变的。只要你以利益思维看待一切，就会发现许多事都如同明镜，你所不理解的问题，答案全藏在人性与利益的交集中。4. 懂得利用规则，为自己谋事。在社会这个大棋局中，规则是既定的框架，但如何运用规则却大有学问。聪明的人懂得在规则的范围内为自己谋得有利的形式，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，避免陷入被欺负的境地。以商业竞争为例，在互联网行业的网约车大战时期，各大平台为了抢占市场份额，纷纷烧钱补贴用户和司机。一些小平台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，如恶意刷单、虚假宣传等方式来获取竞争优势。然而，滴滴等大平台并没有坐视不理，而是积极利用相关的市场监管规则和行业规范，向监管部门举报这些违规行为。同时，他们加大自身技术研发和服务优化的投入，以合规的方式提升竞争力。最终，那些违规的小平台在规则的约束下纷纷倒闭或被兼并。这就是懂得利用规则谋事的典型案例。通过合理运用规则，既打击了不正当竞争，又巩固了自身的市场地位。在职场中亦是如此。比如在一家广告公司，项目组的成员都在为一个重要客户的广告方案竞争，其中一位员工为了胜出，偷偷抄袭了另一位同事的创意。被抄袭的同事发现后，并没有选择私下解决，而是依据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员工行为规范，向领导和公司的法务部门反映。最终，抄袭者受到了严厉的惩罚，不仅失去了晋升机会，还在公司内名声扫地。而这位懂得利用规则的员工，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创意成果，还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尊重，为自己在职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欲速者务实，欲智者因事。在生活和工作中，我们要善于研究和把握规则，
利用规则的力量来为自己创造有利的环境。当面对不公正的竞争或他人的侵犯时，不要只局限于个体的对抗，而要学会借助规则的东风，让正义得以伸张，让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。同时，利用规则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，它能让我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准方向，避免陷入无谓的纷争，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。在学校里，规则的运用同样重要。比如在一场重要的考试中，有些学生可能会试图作弊来获取高分。然而，学校有严格的考试纪律和监考制度，那些遵守规则、凭借自身实力应考的学生会向监考老师举报作弊行为，最终，作弊的学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，而遵守规则的学生则凭借真实水平取得了优异成绩，赢得了老师的认可和同学的钦佩。在体育比赛中，规则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。一些运动员可能会为了获胜而使用违禁药物或采取违规的比赛策略，但公正的比赛都有明确的规则和严格的监督机制。其他运动员可以依据这些规则向相关组织申诉，这样一来，违规的运动员会被取消比赛资格或受到严厉处罚，而遵守规则的运动员则能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展现自己的实力，获得应有的荣誉。无论是在社会、职场、学校还是体育领域，规则都是维护公平和秩序的重要保障。充分理解并善于运用规则，才能在各种竞争和挑战中占据主动，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目标。5. 你要真正牛逼，让别人闭嘴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，提升自身价值，打造核心竞争力是从根本上摆脱被欺负命运的关键。当你拥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时，他人自然会对你尊重有加，不敢轻易侵犯你的利益。在科技行业，乔布斯带领下的苹果公司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。乔布斯对产品有着极致的追求，他带领团队不断创新，推出的 iPhone 系列手机，凭借其简洁易用的设计、强大的功能和独特的用户体验，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巨大成功。苹果公司通过持续投入研发，打造出了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，使得其他手机厂商只能望其项背。即便市场竞争激烈，也没有谁敢轻易对苹果进行恶意打压，因为其自身价值所带来的影响力足以抵御外界的干扰。苹果公司在硬件方面不断突破，其自主研发的芯片性能卓越，为手机的流畅运行提供了强大保障。在软件方面， iOS 系统的封闭性和安全性也为用户带来了更稳定、更安全的使用体验。这种软硬结合的优势，进一步巩固了苹果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。在职场中同样如此，一位资深的软件工程师，凭借其对人工智能算法的深入研究和丰富的项目经验，成为公司不可或缺的人才。无论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如何复杂，他都能稳如泰山，因为他清楚自己的专业技能就是他的核心竞争力，是他在职场立足的根本。当公司面临一些不合理的项目要求或其他部门的无端指责时，他总能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给出有力的反驳，让对方意识到他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。他不仅能够熟练运用各种编程语言，还能够快速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框架，始终保持对前沿技术的敏锐洞察力。在团队合作中，他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，带领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，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价值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潜力和价值，关键在于如何挖掘和提升。通过不断学习新知识，提升技能，培养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我们就能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当我们自身价值足够高时，就如同站在高山之巅，那些试图欺负我们的人只能仰望，而我们也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选择权，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从容自信。我们要坚信自己的能力，勇敢地面对挑战，不断突破自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可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，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，
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，让自己的人生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。